地球的未来并不是火星，而是金星。作为太阳系8大行星之一，红色的火星一直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人们曾经一度认为火星上也存在着像我们人类一样的智慧文明，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却逐渐发现火星其实是一颗荒芜的星球，其自然条件根本就不适合生命，就更不用说智慧文明了。不过在几十亿年前，火星却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荒芜，因为探测器传回的数据显示，过去的火星曾经也像地球一样存在着由液态水构成的海洋、浓密的大气层以及适宜的温度，而这也就意味着过去的火星上很可能存在过生命。科学家推测，火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应该是火星的体积较小，这造成了其核心过早的冷却，核心冷却了，火星就失去了磁场的保护，于是太阳风就可以长驱直入，进而不断地将火星的大气剥离，这就导致了火星的大气层越来越薄。当达到一定程度时，火星表面就失去了可以维持液态水的大气压，而没有了液态水，火星也就没有了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久而久之，火星就变成了一颗毫无生机的荒芜星球。火星的情况令我们对地球的未来表示担心，毕竟地球的核心终有一天也会冷却，到了那个时候，地球会不会成为另外一颗火星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火星并不是地球的未来，金星才是。金星常被人们称为太阳系中的地狱行星，这是因为金星表面的平均温度高达464摄氏度。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别说是生命了，就算是人类的探测器都坚持不了多久。迄今为止，在金星表面工作时间最长的探测器也只坚持了大约2个小时。金星表面的温度之所以会如此之高，其实是因为它有一个比地球厚得多的大气层，以至于其表面大气压达到了地球的大约92倍。更重要的是，金星大气层中有 96.5% 的物质都是二氧化碳，这导致了金星上存在着已知太阳系中最强的温室效应。科学家根据探测数据推测出，过去的金星上其实也存在着大片的液态水海洋、适宜的温度以及合适的大气压。而金星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太阳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变亮。太阳的能量来自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简单来讲就是在太阳的内部，氢不断的聚变成氦，进而释放出大量的能量。由于太阳核心的温度和压强根本就达不到氦的聚变条件，因此氢核聚变产生的氦就会不断的在其核心堆积，这就会使太阳内部的反应壳层持续扩大。如此一来，就会导致更多的氢在单位时间内参与核聚变，并释放出更多的能量，于是太阳就会越来越亮。随着太阳的持续变亮，金星表面的温度也越来越高，液态水的蒸发量也不断攀升。当达到一定程度时，金星上的水几乎都会以气态的形式存在。在太阳光的强烈的辐射下，大气中的水分子的结构会被破坏，进而分解成氢和氧。由于氢的相对质量很低，金星的引力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的束缚，因此氢就会不断的逃逸。随着这个过程的持续，金星上也就渐渐地失去了所有的液态水。与火星相比，金星的质量要大得多，因此它的引力对氧可以形成有效的束缚，而氧的化学性质很活泼，它们很快就可以与其他的元素结合，形成新的化合物留在金星上，比如说二氧化碳。不过现在金星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并不是来自于此，而是来自金星的内部。根据海洋扩张理论，液态水是行星板块运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了液态水，金星也就没有了板块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金星内部的压力就只能通过火山运动来释放。而正如我们所知，每一次火山喷发都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在有液态水海洋的情况下，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会不断与海水反应生成碳酸，在此之后，碳酸又会与海水中的其他元素如钙、镁等生成难溶于水的碳酸盐。这些碳酸盐会持续沉淀到海底，随后它们会随着地质运动重新回到行星内部，这样就完成了一次碳循环。然而此时的金星上
已经没有了液态水海洋，所以火山运动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就无法通过上述的碳循环重新回到金星内部。由于二氧化碳的相对质量较大，金星的引力可以将其牢牢地束缚，因此这些二氧化碳就会大量的堆积。随着时间的流逝，金星的大气层就越来越厚，这样一来，金星表面的温室效应也就越来越强烈，并最终演化成了一颗地狱行星。需要知道的是，现在的太阳仍然在持续的变亮。根据科学家的估算，平均每10亿年，太阳的亮度就会增加大约10%。按此计算的话，在大约10亿年之后，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就将会达到47至70摄氏度。这种温度足以蒸发地球上所有的海洋。地球体积、质量以及物质构成也与金星很相似，因此到了那个时候，失去了海洋的地球很可能也将会步入金星的后尘，渐渐地演化成太阳系中的另一颗地狱行星。由此可见，火星并不是地球未来的样子，以后的地球只可能会变得像金星一样。当然了，这只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并没有考虑人类科技的影响。或许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如果10亿年后的地球上还有人类存在的话，那届时他们的科技水平应该比我们现代人类高得多，可以轻松地应对太阳持续变亮对地球的威胁。